第85章接受。面对着几十名手持铁棍的四星斗者，先前还耀武扬威的10多名护卫顿时脸色惨白，还未来得及逃跑，一根根漆黑的铁棍便是狠狠地对着身体各处招呼而来。片刻时间，凄厉的惨叫声就已响彻了整条街道。森冷地瞥了一眼对面脸色难看的加列奥，萧炎微偏过头，望着那因为羞怒而俏脸晕红的萧玉，语气稍微柔和了一点：没事吧？你们过来也事先通知我一声吧，最近加列家族的那群混蛋一直想找点麻烦。头一次被萧炎如此轻言细语的对待，萧玉明显怔了一怔，俏脸上的晕红悄悄地更盛了一点，有些不知所措地胡乱移动着目光，嘴中道：出来的时候遇到薛儿，他说想过来看看，我就陪他过来了，我哪知道会遇到这群混蛋。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目光跳到一旁那因为他的出现而满脸雀跃的青衣少女身上，脸庞的笑意越加柔和。刚才骂得很痛快啊。听着萧炎的取笑，薛儿无辜地摊了摊手，抿着小嘴轻笑道：我也不想的，只是很有些看不惯他那副模样罢了。要知道，即使是当年的萧炎哥哥也不敢当街抢人的哦。被薛儿偷偷地反击了一次，萧炎干笑着摸了摸鼻子，当年他虽然有些张狂，可也不至于到这家伙的脑残地步吧。哟，这不是萧家小少爷吗？一年点时间不见，听说你终于脱离了废物的名头。望着那与心仪的女孩亲昵交谈的萧炎，加列奥眼角一阵抽搐，在嫉妒心的驱使下发出阴阳怪气的笑声。他是谁？柳席目光同样有些阴冷，先前那一直没对他正眼看待的薛儿，现在却和另外的男子谈笑，这种打击实在是让的性子高傲的过了头的他难以接受。嘿嘿，柳席大哥，这可是萧家有名的天才，名叫萧炎，以前修炼了10多年，斗之气也才停留在3、4段左右，不过最近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，却是在几个月前直接蹦到了8段斗之气。加列奥在柳席身旁阴笑着介绍道：一个连斗者都不是的东西，再天才那不也是废物？柳席冷笑道。听着柳席此话，薛儿小脸微寒，秋水眸中金色火焰闪掠而过，伸手手掌轻拍了拍身子略微紧绷的薛儿。萧炎淡笑着摇了摇头，偏过头望着那一身白衣的柳席，目光随意地瞥了一眼他胸口处的炼药师徽章，微笑道：你应该就是炼制回春伞的人吧？柳席一声冷笑，挺了挺胸口处的徽章，傲然道：没错，我就是加列家族请来的炼药师。萧炎似是恍然地点了点头，笑盈盈地道：难怪如此低级药力的疗伤药，也只有您这种炼药师才能炼制得出，您还真没愧对您老师的教导。听着萧炎此话，周围围观的佣兵顿时发出轰然笑声。经过前段时间加列家族的暴力，这些佣兵对那回春伞的制造者也是有着不小的怨气，现在见到萧炎竟然敢当面嘲讽，都是有些感到畅快。周围的大笑声让得柳溪脸庞缓缓阴沉，双眼森冷地盯着萧炎：你这是在给你们萧家招惹一些惹不起的敌人？闻言，萧炎略微有些愕然，苦笑了一声，手掌揉了揉额头，他实在是对这位自视甚高的极品有些无语。他难道认为自己是哪位斗帝的亲传弟子不成？一个一品炼药师的确能够让萧家正视，不过若要说惹不起，却不过是一个笑话。唉，这种智商也能成为炼药师？叹息着摇了摇头，萧炎心有戚戚焉地与薛儿对视了一眼。在与柳席交谈一会之后，他终于明白性子温婉柔和的薛儿为什么会对这家伙如此不感冒了。手掌摩挲了一下脸庞，萧炎懒得再和这明显智商有些问题的家伙废话，对着身后几十名大汉扬了扬手，笑盈盈的道：打，连主子一起，既然人家敢到我们萧家地盘闹事，那我们也不必客气，不然免得被人说笑。瞧着萧炎如此举动，加列奥脸庞微微一变，他可没想到萧炎竟然敢来真的，眼珠转了转，冷笑着嘲讽道：还以为你长进了多少，原来还是一个只会依靠手下的废物罢了。你的激将很低级。萧炎挥舞着手中的铁棍，轻声道：你愿意当作是激将，那便是激将吧，像你这种废物根本没资格与薛儿小姐走在一起。加列奥讥讽道，眼瞳中悄悄地掠过一抹寒光，不怀好意的道：
你应该进行过成人仪式了吧？嘿，那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向你挑战，你已经没理由再拒绝了。你还真够无耻的，萧炎今年才17，你已经23了，这种挑战，亏你也说得出口。如果你想玩，本小姐陪你。听着加利奥的挑战，萧玉柳眉微竖，手中长鞭一甩，在地板上带出一道浅浅的白痕，是道。嘴角微微抽搐，加利奥讥诮的道：你艳福还真是不浅，又有女人替你出头，嘿，就知道躲在女人身后的软货。奶奶的，这小白脸太嚣张了，小方主，我们帮你陪他玩玩。望着咄咄逼人的加利奥，周围一些平日与萧炎关系不错的佣兵顿时大声嚷嚷道。见到自己一番话引起这么大的反应，加利奥脸庞一变，他的实力不过才3星斗者，若真是引起了众怒，他心中还真有点虚。瞟了一眼那依然面无表情的萧炎，加利奥扶了扶袖子，冷笑道：既然不敢接受，那也就算了，走吧，柳席大哥，这种连挑战都不敢接的人，有什么值得重视的？柳席阴笑着点了点头，目光垂涎的在薰儿身上停留了一会，方才恶狠狠瞪了萧炎一眼，恨恨道：小子，等着吧，我要你萧家主动把人给我送过来，我看上的女人还没有到不了手的。薰儿淡淡的瞥了满脸淫秽的柳席一眼，眸子中终于略现过一抹森然的杀意。加利奥与柳席转过身，几名满脸冷漠的萧家大汉却是在方室门口出现，然后宛如一堵门墙一般将大门牢牢堵死。我知道你很想把我弄成残废，好吧，如你所愿，你的挑战我接受。正在加利奥也准备发信号叫人之时，少年淡淡的声音忽然缓缓地在身后响起。闻言，加利奥先是一愣，旋即一抹狰狞的笑意在嘴角缓缓拉起。你自己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